1951年，39军军长吴信全开闸放水，歼灭上万美军。他到底是如何想到用水淹的战术呢？这一战对抗美援朝的第4次战役又有怎样的影响呢？大家好，欢迎走进历史时光。今天我将为你讲述吴信全水淹美军的故事。自从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后，仅3个月，美军便严重受挫。这对当时号称战无不胜的美国大兵而言是极其沉重的打击，所以军队内一度军心涣散，厌战情绪开始弥漫。为了解决内部问题并挽回屡战屡败的面子，时任美陆军司令的麦克阿瑟于1951年1月25日悍然发动反攻，第4次战役由此拉开了帷幕。其实此时志愿军连战连捷不假，但由于缺乏空军力量，制空权被敌方牢牢掌控，所以后勤保障工作一直是个难题。在持续了近半年的战斗中，如果不及时休养生息，很有可能会对后续的战况造成负面影响。因此呢，彭老总果断下令全军向北撤退，进入战略防御阶段。然而美军方面很快得到情报，为此美军特意派出了机械化军团美陆战第1师前往拦截。一时间，志愿军主力在撤退工作困难重重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彭老总想起了一个人，他便是39军军长吴信全。入朝首战的云山战役便是在吴信全的带领下大获全胜的，因此彭老总特意将掩护大部队撤离的任务交给了他。1951年3月中旬，吴信全带着39军一路跟着志愿军大部队身后，为了掩护其他军队撤退，39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毕竟追兵是美军的机械化部队，无论是行军速度还是武器装备都有着明显的优势。而对于志愿军而言，大部分连队开始缺少弹药，某些连队甚至连饭也吃不上，战士们只能苦苦支撑。当39军撤至华川一带时，形势更为严峻。吴信全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，于是他希望能够更加巧妙的方式阻击敌人的进攻。直到4月1日，他与侦察科长蔡玉出门查看地形时，这才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当时他们正好走在华川海拔最高处，途中吴信全看到一座巨大的水库，顿时双眼一亮。原来吴信全见华川水坝地势很高，而且蓄水量极大，便打算采取水攻的战术，将美军诱至下游以后开闸放水，利用洪水的力量将美军彻底困住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想法极其巧妙。蔡宇一听便恍然大悟，随即马不停蹄地前往安排蓄水工作。然而问题同样存在，毕竟水库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，美军自然也想占领这一高地。如何在蓄水结束前守住水坝，成了39军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挑战。好在吴信全早便考虑到了这点，他抽调了一个团的力量，专门负责驻守水坝。而就在吴信全派驻守军的次日，美军将领果然也注意到了水坝的战略意义。之后，美陆战第1师第3团向华川水坝发起了攻势。经过双方血战7个昼夜，美军退势渐显，不得不在4月8日下令停止了对华川水坝的轰击。这7天的坚持对39军极为重要，一方面他们拖住了美军追击的进度，另一方面水坝蓄水初步完成，已经具备了水战的条件。4月9日上午，见水坝久攻不下，美军转而攻击水坝对面的39军主力。恰逢此时呢，美陆战第1师大部队也全部赶到了汉江的下游。得知情报后，吴信全意识到机会来了。此前几天内，在他的要求下，39军已经将下游村庄的百姓全部疏散。此时水战已经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。在决定如何放水时，吴信全指出，只需要把闸门全部打开就好，绝不能毁坏水坝。一来呢，这个水坝影响到华川百姓的生计；二来，39军的目的是延缓敌军追击的速度，打开闸门足以完成目标。当美陆战第1师来到了水库下游时，吴信全一声令下，驻守水坝的士兵一起发力，将10个闸门全部打开。一时间，湍急的水流从水库内一涌而出，疯狂地向下倾泻。没多久，洪水便在下游肆虐，不到半个小时，汉江的水位便上涨了1.5米。很多人直接被水流卷走，在江中撞上乱石而死。
大量的坦克、装甲车也寸步难行，最终因为进水而报废，彻底淹没在了洪水之中。吴信全趁热打铁，在洪水消退后，派出精锐部队对下游的美军给予致命一击。当时美军已经深陷泥潭，根本无力挣扎。在志愿军猛烈的火力之下，上万名美军被悉数歼灭。吴献群这一场水战直接促成了抗美援朝战争第4次战役的胜利，也为志愿军大部队转移、休养生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第4次战役结束次日，志愿军便乘胜追击，发动了第5次战役。凭借着朝鲜战场上的卓越表现，回国后吴信全先后担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、沈阳军区参谋长。1955年授权仪式上，更是获得了开国中将军衔。吴信全一生做出了诸多贡献，但每次提起他，都绕不开在华川水淹美军的传奇经历。这一战后来甚至登上了西点军校的教材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，说说您的看法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